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的是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啊。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 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910C，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华为来讲，这的确是它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志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它的 Super Pod 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这样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的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它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有 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它？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它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完。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他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路，我的网路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路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路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
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啊，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啊 ，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青存储 HBM， 不管是2.21啊，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啊，里面除了要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重集啊，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那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啊，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的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 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重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敢讲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等一下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啊，包括 DUV 跟 EUV 哈。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啊，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一的市占率哈。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啊，这汽车、家电啊这些非敏感领域哈，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啊，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哈，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邬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请教了一下哈。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邬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好，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啊，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啊。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过这个是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哈，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未来就变成是美中2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2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左老师讲那个最近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究。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哈，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啊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哎呀，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啊，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哈，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哈，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哈，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哈。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啊。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啊。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哈，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哈，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他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啊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要，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左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就要从这个角度讲。好，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直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轴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确实，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因为半导体产业确实分工是非常精密跟非常的细，变化很快。对，光是这个 EUV 啊、DUV 哈，其实你会发现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向全球表达一种态度，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卡我，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也只好自己想办法做出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